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春晚讲坛。现在到了7月下旬了，菜园里边一片繁茂，10几种菜长得都很好，已经开始结果了，有收获。但是呢，现在这些菜呢都是一些许热的瓜果的蔬菜。那到了9月份、9月底收获了，地里面还有10月份、11月份2个月，甚至12月份3个月时间，是可以长东西的。那我们种些什么好呢？那好，我们到7月份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大家通常说的头伏萝卜、2伏芥、3伏种白菜，在我们加拿大也是适应的。那头伏通常是在7月中旬，2伏在7月下旬，那3伏在8月上旬。因为每一种菜对温度的适应不一样，因此的话，播种的时间就非常重要。那除了这3伏以外说的萝卜、芥菜、白菜以外，那其实我们7月份可以种的菜有5大类。它们什么特点呢？它们特点就是说一直持续生长，可以到9月底下霜以后，它依然在地里面可以生长的。那这对解决我们10月份、11月份乃至12月份整个冬季寒冷季节的蔬菜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耐寒。那好，我先来讲一讲有哪些呢？首先一个就是甘蓝类。那甘蓝类呢，它分很多品种啊。那常见的就是紫撇蓝。那说到撇蓝，大家都知道这个撇蓝它长出一个圆圆的球，生吃也可以，煮汤也可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那这个就可以种。再一个就是甘蓝当中的豹子甘蓝。豹子甘蓝的话，它长起来长长一根杆，上面结很多小球，小的甘蓝。这个的话，我们生吃也可以，炒来吃也可以，风味是特别好，而且是营养价值是非常的高。因此，甘蓝类的话，我们就可以种这些品种。进入7月份，天气依然很热，很多耐寒的品种，它的特点就是不耐热。甘蓝类它刚刚好，苗期比较耐热，因此我们可以早一点种。早一点种的话，让它个体长得更高，然后产量更高。我们甘蓝类以外，我们还可以种芹菜类。那芹菜类的话，比较好的就是什么？中国芹菜，还有一种粉杆芹菜。这2种芹菜的话，炒着吃，炒肉吃味道是非常好的。它的特点和甘蓝类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苗期耐热，长大以后耐寒。那说了这几类，7月上旬种。那进入伏以后，8月中旬，我们种什么呢？我们种萝卜类。萝卜类的话，就很多品种，大白萝卜。那大白萝卜的话，当中也是最典型的一种叫象牙萝卜，能长到差不多将近1米长的萝卜。去年我种过，那产量是非常的高。新里美萝卜的话，它心的里面是红的，皮是绿的，那风味是很好。那萝卜的特点一样的。它苗期耐热性稍好一点，然后到下霜以后，耐寒性也是很好，0下5度的温度没问题的。除了大萝卜以外，我们可以种胡萝卜。胡萝卜的话，大家去种子公司挑品种就可以，只要是胡萝卜品种都可以挑。胡萝卜有黄色的，有活色的，还有白色的，还有紫色的，这些胡萝卜品种都是很好的。我们现在开始种。然后到了它长成以后，进到下霜没事，一直到10月底、11月初都能收获。那第3类就是芥菜类。芥菜类的话，大家所熟悉的就是紫色芥菜。其实芥菜类很多，但是最熟悉的一个就是紫色芥菜。它的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就是耐寒性好，产量高。耐寒性的话，根据我的经验的话，下霜就是0下2、3度，对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到0下15度，它依然都可以，一直可以到11月中旬、11月底。但芥菜类的话，它带一点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带一点点苦味，有的朋友可能不喜欢，但是这刚好是它的一个优点。为什么呢？它很适合拿来做做酸菜。做酸菜的话，就是要有芥酸，有这点味道以后，它酸菜出来的风味菜很好。那第4类就是白菜类。白菜类的话，大家很熟悉了，
白菜类品种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通常常见的品种就是有上海青，有乌塔菜，有大白菜，还有麻叶青，新的黄。这么常见的这5个品种，就是各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它的共同的特点是风味好、耐寒性好、营养价值高。我种过的最好的品种那就是麻叶青，这个耐寒性好，持续时间长，产量高。那其他的白菜品种，耐寒之王当属乌塔菜，它展开像一个莲花一样的大大的一蓬的，那它耐寒性的可以耐到什么？可以耐到零下15度，一直持续到11月底，这些都是有收获的品种。那到了第5类，就是哪些呢？就是莴笋类。莴笋类的话，它是属于菊科品种。我们前面讲的大部分是属于这种十字花科品种，有个什么毛病？连种几年以后，3年以后容易产生大根病。但是呢，莴笋类呢就没有这个问题。因此的话，莴笋类的话，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叶菜类的品种的一个轮作品种来跟白菜类、十字花科类来搭配。那莴笋的话，通常我们常见的有这个绿叶莴笋，我们这里就还有一个耐热性好，但是耐寒性也很强。这就是一颗绿叶的莴笋，大家看一看，现在天气很热了，它依然没有抽苔，它不但有耐寒性，耐热性也很好，因此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种。那莴笋的话，大家都知道，也是属于这种生吃凉拌风味好，那炒着吃，依然可以。另外就生菜，生菜的话，就说到具体的品种就很多了，是上几十种，它耐热性不是很好，但是耐寒性很强。耐寒性的话，耐到零下5度8度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来得快。到了第6类，那我推荐大家2个，一个樱桃萝卜。樱桃萝卜具体品种也是很多了，3、4个，但是呢，小小的萝卜红红的，这一类叫樱桃萝卜，耐寒性好，来得快，特别在这个温度大概5、6度、7、8度的这个时候，它依然可以长得很快，很多菜在这时候不长了。另外就是豌豆，豌豆的话，主要是就是包括这个雪豆啊、甜豆啊，这个荷兰豆这一类的，那它耐寒性好。我们进入8月中旬以后开始播种豌豆，那吃豌豆苗是妥妥的，没有问题的。因为豌豆怕热，种早了它这个表现不好。再晚的话，超过8月中旬以后，那我就不建议大家再播种。那说到种这些以后，有什么事项要注意呢？首先注意一个事项，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时间点一定要把握好。特定的品种它有适应的特定的时间，你不能提前，也不能推后。打个比例，比如说大萝卜，我们说这个7月中旬种萝卜，你把它推到这个8月中旬去种，那肯定不行的。那反过来，像樱桃萝卜，我建议大家8月初、8月中旬种，那会长得很好。但是现在你种樱桃萝卜，那天气太热，长杆子去了，这个萝卜长不出来。这都是首先一点，时间要把握好。那第二点就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要注意轮作，就是同样的菜，你去年在这个位置种过了，就不能在这里种，一定要轮开轮作，因为轮作是涉及到一个这个首先一点涉及到这个土壤养分的问题，再一个涉及到病害的问题。白菜类、十字花科类、甘蓝类，它对这个大根病的话是非常容易感染的，只要重复种植3年，那一定得。也没有太好的药，轮作是最好的方法。那到第3一点就是什么？防虫。防虫的话，它这个目前面临的虫子主要是2个，一个是根蛆，一个是菜青虫。那菜青虫的话，预防的方法很简单，我们看一看，就是我们照的这个东西，我昨天检查以后，我们种在外边没有照的，那甘蓝、孢子甘蓝，只要是甘蓝类已经有菜青虫了，叶子被咬坏了。那这里面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虫害，因此啊，可以说从播种下去以后，就把这个防虫网盖起来，最好用100ml的这个防虫网，所有甘蓝类、白菜类都需要的。
否则的话，到了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菜已经被咬坏了。第二个虫子是什么呢？第二个虫子叫根蛆。那根蛆的话，特别是我们在种萝卜、种白菜的时候，这个问题是非常的突出。那好，根蛆的话，它的危害在哪里呢？它的危害在于，我们看着白菜是好的，萝卜是好的，扒起来以后坏了，白菜长到快要包形的时候根烂了，一看就是根蛆。那首先一点，我们只要注意土壤的清洁，那可以极大的减少这个因类的感染，因为它把虫卵藏在土壤里面半腐朽的有机质上，所谓半腐朽的就是没沤透的有机质上，那虫卵就开始变成小蛆，这个时候我们种下去白菜，种下去萝卜，它就会去咬，因此从用肥的干净上来避免这个问题。那我这个地里面，我现在施有机肥，大量的多肥，我在什么时候？我在秋季清园的时候，深方埋下大量的有机肥，然后的话，保证它这个有这个从这个什么时间？从这个9月底开始，一直到这个第二年的4月份，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地里面，它可以充分的孵化。因此啊，土壤里面这个是非常干净的。到我们种东西的时候已经分解得很彻底了。那第二个，我们用肥料到播种的时候只用干净的这个不会引起任何虫害问题的土壤活化剂。那另外一个措施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手里面拿的这个，它叫苏云菌杆菌。这个的话，我们在播种以后，用这个苏云菌杆菌水去喷，那任何的虫卵、虫子出来就被苏云菌杆菌感染了以后，它就不再发展。那大家遇到的出苗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不用育苗，采取直播，这些几乎都是些小种子。直播当中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眼种深度的问题。你不眼种，种子露在外边，太阳一晒坏了，不出苗。那你眼种眼深了以后，这个或者浇水浇的不好，那把种子盖住了，它同样不出苗。那我们这就有一些这个具体的技巧。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土壤搞细，弄平整，然后把种植坑挖出来，播种。如果我们现在我在里面埋堆肥，那很可能根蛆就非常严重。你不管用这个羊粪也好，牛粪也好，那都难免有这个问题。好，挖种植坑的好处是什么呢？把握助旱季，然后这个方便这个浇水，方便存水，方便施肥。坑已经挖好了，我们进行第二个动作。那第二个动作就是施肥，土壤活化剂。撒下去，这样的我们大肥袋就不会缺肥。好，我们进行第二个操作，来喷这个苏云菌杆菌。好，这个水龙头连起来了，我们把这个开关打开。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为什么先浇水，后播种？如果说我们试想一下，我们播了种才来浇水，那这个水的这个冲刷力会让这个种子埋得太深，那就影响它的这个出苗。好，差不多了，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三个操作，用锄头稍微松一下土，一个是松土。一个是把刚才撒下去的土壤活化剂跟土壤稍微混合一下，好，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播种了。这是红菜苔，湖北人最喜欢吃的贡菜，还有一个它的姐妹品种叫白菜苔。好，播种以后，我们做一个事情。大家看我手里面拿着这个土，这是一个黑土，颗粒结构很好的。我们给它来烟种。烟种的作用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
种子是撒在表层的，我们需要对种子进行一个覆盖。覆盖的种子有多大该多深？那这种子不到1个毫米，那就是土只能是薄薄一层。不出苗很多原因就是不严重或者严重太深。薄薄撒上一层，好，可以了。好，下一个步骤就是覆盖。我们用这个沤过的碎草覆盖，草地上捡来的草坪草，经过高温发酵沤过以后，它有一定的肥力，而且有一定的保水性。我们给它来一点点，同样的问题不能太多。这能保证它出苗出的整齐，因为经过了高温的发酵，所以我们不担心它会带这个杂草种子什么的。好，重点来了，我们来带这个，大家也许知道这是什么？这可不是婚纱，这是无纺布，可以透光的。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保湿保水。然后的话，又透光，可以保证在热天，这个小种子苗的话，出的整齐。这无纺布的话，在亚马逊有卖的，但是一定只能买这种薄的，可以透光的，厚的不透光的。那种出来以后，效果是不好的。这时候洒水就有什么好处呢？盖了无纺布的好处就是可以防止我们这次浇水种子的冲刷，否则的话，一浇水种子可能被冲走了。多伦多最近这个暴雨比较多，我们有了这个保护。就既不怕太阳晒，也不怕暴雨打。好了，今天的播种就结束了。那朋友们可以就是现在就动手，开始来进行这个耐寒蔬菜的这个准备。